俄军指挥部、火箭炮、弹药库连环毁灭，战火直逼俄军核心后方。德国加码军援乌克兰，再购中程导弹系统的低峰。特朗普震撼施压普京，乌克兰战局或将迎来惊天逆转。乌军全线持续反击，俄军损失攀升，多地激战不断。恰西夫亚尔浴血鏖战，乌东高地之争或改写顿巴斯战局。拉脱维亚7000万军援已抵，达乌国防大改革将开始，或因史诗级转折。克里米亚俄军在船头毒事件，莫斯科爆发严重内涝。以色列突袭叙利亚，震撼开战，中东格局或将彻底改写。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的彼得罗夫卡阵地发动了空袭行动。这次袭击是乌克兰军方在持续对俄境内目标进行打击行动中的最新一次。彼得罗夫卡作为俄罗斯军队的重要集结地和前线指挥中心，一直是乌克兰重点关注的目标。空袭行动中，乌军动用了多种先进战机和精确制导武器，成功摧毁了敌方的部分军事设施和装备，削弱了俄军的作战能力。此外，空袭还对俄军的补给线和通信设施造成了严重干扰，影响了其前线指挥和后勤保障。此外，日前一架米格29突然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目标是位于贝季梅涅的俄军驻扎点。该次行动使用了法制 AASM 锤子炸弹，成功对敌方部署的造成爆炸与火光。据现场影像，至少一处武器库在此次打击中被完全摧毁。乌克兰空军还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奥列克西夫卡阵地发动了一次精准空袭。奥列克西夫卡作为库尔斯克地区的一个战略要地，俄军在此设有重要的兵力部署和指挥设施，负责协调该区域的军事行动。乌军对俄军的弹药库、指挥中心以及通信设备进行了重点打击，导致多处设施受损严重，给俄军带来了显著的人员和物资损失。空袭还扰乱了俄军的前线补给和信息传递，限制了其快速反应能力。乌克兰特种部队第8团的无人机操作员近日也在库尔斯克地区展现出高效的战场指挥能力，通过无人机实施侦察和目标定位。操作员准确锁定了俄军部署的 MIST-B 榴弹炮阵地和 BM-21冰雹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在无人机的引导下， HIMARS 火箭炮对目标展开了迅猛的火力覆盖，伴随着配合的炮兵支援，先后对我们 MIST-B 榴弹炮实施毁灭性打击，致使其受损严重，失去战斗能力。同时，一座 BM-21冰雹火箭发射器也在这次袭击中被彻底摧毁。根据开源情报技术报道，7月15日，一架乌克兰米格29战机突入位于库尔斯克乔特基诺地区的俄军据点，经过事先侦察后，战机锁定一栋建筑群中设有指挥中心的建筑，随即投下2枚 JDAM 精确制导炸弹。航拍画面显示，炸弹直接命中建筑物顶部，引发多次爆炸，整座设施迅速被浓烟笼罩，显示该指挥部已遭到严重损毁。此地原本就是乌军空袭重点区域，此次攻击被视为新一轮对库尔斯克的军事行动升级。在哈尔科夫地区，乌克兰边防部队的无人机操作员展开精准打击，针对俄军阵地和防御掩体实施袭击行动。无人机侦察到敌方隐藏的关键目标后，成功引导火力对准目标，最终摧毁了一个重要的野战弹药库。乌克兰军队近日在苏梅地区取得重要进展，成功推进至金德拉蒂夫卡村，将该地剩余的俄罗斯军队全部击退，彻底清除敌军在该村的存在。尽管金德拉蒂夫卡村规模不大，但其地处边境，战略位置十分关键。控制该村意味着乌军能够更有效地巩固苏梅地区的防线，阻断俄军的补给线路，并为后续推进创造有利条件。继宣布出资向乌克兰提供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后，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于7月14日再度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增援2套美制低风陆基中程导弹发射系统，此举凸显德国作为欧洲主要援乌国家的坚定立场。一套爱国者系统售价高达25亿美元，每枚拦截导弹约1000万美元，
德国此次援助2套，金额相当于420亿元人民币。此前德国已援助乌克兰3套爱国者、4套性能相当的 IRIS-T-SLM 中程防空系统，以及包括猎豹、红魔 T、Skynex 在内的多型短程防空装备。需指出，德国本国仅拥有12套爱国者，已拿出3套给乌克兰，显示其军援力度非同一般。根据德方规划，2025年对乌总援助将达90亿欧元，居欧洲各国首位。作为下一步行动，德国向美方提出采购低风系统的正式请求，目前已提交国会审议。美国方面对该提案持开放态度。低风导弹系统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是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的战略性成果。该系统具备极强灵活性，可机动发射各类中远程导弹，包括射程1800至2500公里的亚音速战斧巡航导弹，射程2775公里，速度达17马赫的暗音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舰空导弹标6。其战略优势在于可于敌方防空范围之外摧毁指挥中心、弹药库与火力阵地，几乎无法被有效拦截。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更在7月15日公开表示，若乌克兰战败，等同于德国战败，意味着俄罗斯再次击败德国此种将国家命运与乌克兰绑定的政治立场，于欧洲实属罕见。观察人士指出，德国已不再将对乌援助视为道义责任，而是视为国家战略安全的一部分。与波兰总统杜达此前所说帮助乌克兰就是在帮助我们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从德国的行动来看，少说多做的日耳曼实干风格，再次彰显其在地缘政治中的稳健与担当。与这样的国家为友，无疑是一种难得的战略机遇。7月14日，金融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中，曾直接询问乌方是否会攻击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对此，泽连斯基坦率回应，只要你提供我们需要的武器，我们就能做到。不过，尽管特朗普当时对俄罗斯态度强硬，甚至发出50天内实现停火协议的最后通牒，但随后便转变语调。他公开强调与普京关系尚未结束，并表示仍相信俄罗斯有可能赢得战争。7月15日，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不会支持任何一方，而是希望停止杀戮。他同时明确反对将莫斯科作为攻击目标，并称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 JASSM 导弹。此外，他否认向乌提供战斧巡航导弹的可能性。对外释出强硬口号的同时，实际操作仍较为保守，转而将焦点放在向欧洲国家出售武器，由北约成员国出资援助乌克兰。另外，泽连斯基在接受 Newsmax 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是我们的坚定支持者，我们非常感谢白宫的帮助，但拜登总统无法结束这场战争，我相信特朗普总统能够做到。我认为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对于特朗普发出的50天最后通牒，俄方态度明显强硬。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回应称，我们已经经历过类似威胁，50天、24小时、100天的说法屡见不鲜。我们要看美国究竟想要什么。副总理梅德韦杰夫则将其称为戏剧化的表演。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直言该通牒完全无法接受。多位国家杜马议员也表示，美国威胁不会改变俄军在乌克兰的战略方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虽承认特朗普声明值得重视，但强调俄方会坚持其既定战略与战争目标。特朗普还提出由北约成员购买美国武器再转交乌克兰的间接军援方案后，欧洲国家反应不一。截至目前，德国、英国、芬兰、丹麦、瑞典、挪威、荷兰与加拿大等8国明确表示支持，并愿意出资援助。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不加入该行动，强调支持发展自主欧洲军工体系。捷克则将重心放在弹药援助。波兰认为应动用冻结的俄资产，而非由欧洲直接出资。意大利则直言无法提供额外资金。另外，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虽推迟对俄新一轮500%惩罚性关税法案，
但持续对莫斯科施压。他声援特朗普的武器援乌计划，并支持对俄石油交易国施加100%关税。格雷厄姆宣称，第51天将有大事发生，但也坦言不排除什么也不会发生。还有报道指出，乌克兰总司令瑟斯基首次与北约新任盟军最高司令亚历克斯·格林科维奇将军通话，双方重申了美国与北约坚定支持乌克兰的承诺。这次交流标志着在特朗普总统及国务卿近期承诺的基础上，双方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与强化。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前线战场上，双方冲突进一步升级，乌军在多个战略方向上展现出坚韧的防守与反击能力。据最新战况显示，过去24小时内，战场共发生171次交火，俄军人员损失达1170人，战损代价持续上升。在前线方面，乌克兰空军近日击毁俄军一处无人机基地，该行动由乌军第47旅执行，攻击造成俄军据点冒起大量浓烟。此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还与炮兵协同作战，摧毁了俄军一门 2S-19 自行榴弹炮及一座中型弹药库，对俄方造成实质损失。东部战线，在波克罗夫斯克、托列茨克、科斯特扬蒂尼夫卡方向，俄军尝试从侧翼发起包抄行动，意图填补先前的战线裂口，但面对乌军强力反击，推进进展缓慢，损失惨重。在奥里奇夫方向，乌军于马拉托克马奇卡地区发起局部反攻，成功将俄军驱离该村庄，进一步拉平前线态势。扎波罗热、赫尔松与库皮扬斯克等方向亦有零星战斗，俄军损耗持续累积。乌克兰情报部门针对俄军后勤与专业部队实施定点清除行动，于托克马克地区摧毁一辆载有无人机操控人员的车辆，击毙2名操作 SAT-350M 型侦察无人机的俄军人员，对俄军战场态势掌控能力造成打击。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的战略小镇恰西夫亚尔正成为俄乌战争中又一个关键交锋点。距离巴赫穆特仅15公里的这座高地，如今已被战火摧毁，两军为争夺其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消耗战。恰西夫亚尔地势居高临下，海拔约270米，俯瞰通往斯拉维扬斯克与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交通要道。该小镇对乌军后方交通与补给具有极高战略价值。自2023年俄军攻下巴赫穆特以来，这里迅速成为新的防线核心。2023年夏季，俄方首先派遣瓦格纳集团发起突袭，但遭遇乌军高地防御与火力压制，多次进攻失败。随后俄军转由正规部队接手，并动用重炮与空袭试图打破防线，乌军则依靠西方援助的海马斯等高精度武器进行反制。进入2024年后，双方战斗进一步升级，但战局长期陷入僵持。俄军在部分区域取得进展，但始终未能完全控制整座小镇，而乌军则利用地形优势采取机动防御与持续反击策略，阻止俄军进一步推进。经历超过1年的持续交火，恰西夫亚尔几乎已成废墟，民用与军事设施大量被毁，双方在这片狭小地带投入大量兵力与火力，造成惨重伤亡。尽管如此，战斗仍未结束。这场围绕一座小镇的攻防战，不仅反映了俄乌双方在东部战线的僵局，也暴露了现代高强度地面战争的毁灭性。恰西夫亚尔的命运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乌军能否守住顿巴斯地区的核心据点，亦可能影响下一阶段战争走向。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西利尼亚日前抵达基辅，与乌方会谈并宣布军援。乌克兰国防部宣布，已接收来自拉脱维亚的首批42辆Patriot装甲运兵车，总值达7000万欧元。英国持续军援，英国泰雷兹公司将向乌克兰交付6000枚 LMM 精准导弹与快速游骑兵发射系统，此项援助将在5年内完成，大幅提升乌军防空与野战打击能力。芬兰新法正式生效，明确禁止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公民在境内购买房产，
以防止潜在安全风险渗透。法国政府则在最新2025国家战略评估报告中，正式将俄罗斯列为主要战略威胁，反映出欧洲整体安全观的转变。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3项国会通过的重要法律文件，一是批准设立针对俄罗斯的特别法庭，二是正式允许乌克兰公民拥有多重国籍，三是退出渥太华公约，恢复使用杀伤人员地雷的合法性。这将对战场策略产生深远影响。泽连斯基近日还确认，安德烈·什米哈尔将出任新任国防部长，而斯梅塔宁将担任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的负责人。此举标志着乌克兰新一届政府对国防体系进行重要调整，体现了国家在当前战争环境下对自己自足国防能力的高度重视。新政府设定了明确的6个月目标，计划将乌克兰前线使用的武器装备中，乌克兰本土制造的比例提高到 50%。 这一目标显示，乌克兰正在逐步转变战略重心，从依赖外部军事援助，转向强化国内国防工业的发展与生产能力。通过提升自主研发与制造能力，不仅可以保障武器供应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还能有效减少对外部援助的依赖，提高战时应变能力。政府预计，随着什米哈尔和斯梅塔宁的领导，国防工业将迎来快速发展期，包括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生产流程、引进先进技术，以及推动军工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7月15日是乌克兰的建国日，该节日设立于2021年，用以纪念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将基辅罗斯基督教化的历史时刻。这一天象征着乌克兰千年文化的传承与现代国家的坚定信仰。正如官方声明所言，乌克兰的历史镌刻在石碑上，写进编年史中，更在如今的战火中传承下来。过去如此，如今如此，未来亦将如此。乌克兰必将坚持到底，直至胜利。近日，克里米亚的俄军再度遭遇投毒事件，有士兵因饮用被污染的水源而中毒。据俄军前线战地记者披露，不明人士向驻克里米亚的俄军提供了掺有毒素的饮用水，导致至少4名俄军死亡，另有多人正在接受抢救。俄方尚未对此事件作出官方回应，具体细节仍有待确认。事实上，这并非克里米亚俄军首次遭遇类似事件。2023年底，曾有2名年轻女子以慰问名义向当地俄军提供食物与酒水，结果造成多名士兵中毒，其中46人不治身亡。涉案女子最终逃离现场，至今未被抓获。此外，还曾发生俄特工订购外卖被投毒的事件，显示俄军在占领区内面临多重安全风险。与此同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城市出现大面积积水与内涝灾情。从现场画面可见，多辆车辆被泡在水中，部分市区交通瘫痪，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干扰。此前，莫斯科也曾遭乌方无人机空袭，防御压力持续增大。另外，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米罗诺夫在7月15日指出，该国7月第一周通胀率达 0.79%， 为近年最高。水电气价格全面上涨，其中电费涨幅达 13%， 天然气 13.5%， 水费更高达 14.9%。他直言，这样的通胀压力在多年来前所未有。7月16日，以色列对叙利亚新政府发动猛烈空袭，叙利亚内战再度升级。此前，以色列在袭击伊朗时，获得了叙利亚的空中通道支持。以色列战机多次在叙利亚上空加油并飞跃，显示双方存在一定合作。叙利亚新总统沙雷·朱拉尼甚至考虑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也解除了部分对叙制裁。叙利亚方面希望以色列承认新政府，撤出自今年1月以来占领的南部地区，并保障边境安全。然而，叙利亚南部的德鲁兹人与贝都因人之间爆发暴力冲突，政府军借口维稳向苏维达派兵，试图控制德鲁兹人聚居区。以色列则以保护德鲁兹人为由，
展开空袭并支持当地德鲁兹武装，甚至出动阿帕奇直升机准备地面介入。7月16日，以色列对叙利亚南部及大马士革等地发动约160次空袭，摧毁了叙政府军大量装备和关键指挥设施，造成严重损失。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将持续打击所有威胁德鲁兹人的势力。这场冲突背后是以色列与土耳其在叙利亚影响力的博弈。土耳其支持沙雷整合叙利亚反对派，而以色列坚决保护德鲁兹人利益。叙利亚新政府虽然表面上愿意与以色列保持和平，但实际内部矛盾和外部势力干预使局势复杂难解。耶路撒冷邮报报道，7月15日，叙利亚政府军攻入苏维达省城，德鲁兹人被迫撤往山区。尽管政府军声称行动并非针对以色列，且事前通知了以方，但以色列随即发动空袭，重点打击坦克和装甲车，令外界担忧以军可能发动地面进攻。美国曾呼吁以色列停止南部军事行动，但目前以军随时可能扩大干预。尽管双方曾尝试谈判并讨论和平协议，叙利亚可能放弃戈兰高地，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使冲突难以避免。预计以色列在确保德鲁兹人安全后可能寻求和平，而叙利亚总统沙雷或会选择撤退以避免更大冲突。土耳其的介入以及库尔德武装的潜在行动，令中东局势更加不可预测。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